几点了？啊，5:47了。上床睡一会儿吧，沙发不舒服。我刚从实验室回来，衣服有点脏，我去洗漱一下，把衣服换了。不嫌弃你，快上吧。让你和太太躺一张床上，很为难吗？我不是为难，我是怕打扰到你睡觉。已经醒了。不接着睡了？睡啊！你回来之前，我睡得不安稳，现在头昏沉沉的，还想睡。再睡会儿吧。嗯。我送你花，你不表示点什么？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说话，你总是给我惊喜，惊喜多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拿什么回报我？回报？你想我怎么回报？让我睡着。你平时怎么样比较容易睡着啊？听歌，或者听诗词，慢慢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小时候，我妈为了让我背诗词，每天睡前都给我念，习惯了。那就诗词吧。那我能点吗？不用念全，随便一两句。可以啊。白居易。昨晚饮太多，惟俄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宜时睡。不许逗我笑，我困了。我在应你的要求，好好的背诗。你故意的，专门挑这句。昨晚喝多了，今天又吃饱了，故意逗我。好，那我好好背。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墨下驱沉香，花浮余眼沸。盛来有佳色，宴罢余芳气。不点了。1、2、3、4、5、6、7、8、9、10、11。相遇那天，定格时间，是你微笑的眼，让喧嚣世界蜕变。每个瞬间，浇灌了
往昔的疲倦爱蔓延，惊醒你的出现，有你多一点，爱深一点，会持续变，吻过漫长岁月，将爱缠绕指尖，默默许下许愿，再拥抱几个永远，不会改变，用同样热烈的今天，给你我的尽全一切，感谢你在身边。有你多一天，爱深一点，会持续变，吻过漫长岁月，将爱缠绕指尖，默默许下许愿，再拥抱几个永远，不会改变，用同样热烈的今天，给你我的尽全一切，相信你能感觉。也许是血流无声，也许是情话无尽，看遍了岁月流转。再好的皮相，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我能看到你的美人骨。在哪里啊？在这儿。相由心生，人善则面善，有风骨才有美人骨。我发现论语言的艺术，我真的没办法跟你比。我这颗离情难耐的心，其实最藏不住心事。你还记得少林赋吗？我第一次见你，就能想到绝书离俗，摇曳仙度，用这个来形容你，再合适不过了。我有件婚礼物给你。什么礼物啊？我看你喜欢穿衬衫，就买了袖扣。买的时候我说买给自己先生，店员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没好意思说。然后我就买了5个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我都喜欢。认真回答。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的话，这个吧。11，谢谢。哦，我买了菜，今天在家吃吗？哦，昨天实验室的会还没有开完，我特意回来几个小时看看你，就是怕你担心。我一会儿就要回去开会了。没关系，最后几天肯定交接工作多。唉，就是可惜啊，我本来买了德甲的票，想给你惊喜的。你喜欢看球啊？我是伪球迷，小玉才是铁杆，他让我一定要去看，还要给他直播。我最快速度给你弄点吃的，你快刷牙洗脸。
告诉他了吗？早告诉他一天，我就多担心一天。等确定延期了再说吧。你呢？怎么回事啊？又喝多了？是个人，就有烦心事儿。我的烦心事儿你解决不了，也不要问了。走吧。突然出这种事情，我不相信这是巧合。归根结底是在拖延你回国的时间。为了给你直播，我连午饭都没吃。辛苦你了，回来请你吃大餐。那你可不许耍赖啊！怎么可能？拜拜。十一小姐，好巧啊！不算巧。我在不来梅1周了，一直想见你。没听你哥说起过呀？他们跟你说吗？嗯。那可能是怕你误会吧。误会？误会什么？他跟我太太。和你太太？你可能不知道吧？我哥和我太太同家人有过一段婚约，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也因为这件事，我太太上学的步伐一直紧跟着我哥，他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婚约解除了。然后，他和我结了婚。这其中的故事还挺复杂的。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去问我哥。我太太和我哥一样，立志献身科学。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他们。我跟你一样，没人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这附近逛逛。这个应该是属于你的。我非常的珍惜我现在这段婚姻。不想因为一段陈年旧情就把它毁了，所以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保持沉默，不要把事情闹大，但是一定要解决它。再见。再见。作为多年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你老公……我跟他已经签了分居协议，没公开。Ich glaube es nicht, dass er so getan hat. Nach dem Verfahren müssen wir es ermitteln. Obwohl die Anklage absurd ist, ist er einverstanden, all seine Finanzen ermitteln zu lassen. “你回来了，在这儿吃东西啊？我今天碰到你弟弟了。
他找的你啊？嗯。这个戒指是他给你的？嗯。他是不是还跟你讲了我跟童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嗯。讲了多少？要不要我再补充一些什么？你不怕我生气啊？我相信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是你弄丢那个戒指吗？对。没人会这么傻，把刻有结婚日期的戒指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可能谁捡到给了童家人，让你弟弟误会了吧？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你不和他解释一下？不用解释啊，我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跟童家人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也在一起留学，就是在同一个研究院里，偶尔在合作上也有一些交流。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我叔叔，我们就取消婚约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文川结婚了。他姐姐就是小人的妈妈。那在你家没见过呀？小人的妈妈在小人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师爷，之前我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的想法，都是遵循家里的意见。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的地方，我跟你道歉。让你为过去的事道歉，显得我不讲道理。昨晚外婆还打电话教我，说夫妻之间不要处处的讲道理，要讲感情。她跟我说，如果我惹你生气了，让你不高兴、难过了，我就要先道歉，这样的话一定不会错。她知道我来了？知道。你看着我干嘛？你真的不生气啊？真的不生气。哎，你在德国最好的朋友是谁？德国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之前一起住的室友。那请他来好吗？我想认识你朋友。可以啊。中餐他吃得惯吗？你给他做过吗？吃得惯，我之前经常给他做各种的面。我大中华的美食被你说的好贫乏。等着。买这些。不好买吗？我都写的是大众菜。我现在才发现，你写的字真的挺好看的。让你看菜，你看字干什么呀？走了，快快快，快去买菜。